常开心，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这2天，家人们，如果你跟我一样一直在关注小本子动作的，给我扣波1啊！就是咱们该说不说，少的不唠。现在世界的热点依然是在俄乌，依然是在中东，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兄弟们，这2天不得不让我的目光直接歘歘歘往小本子那边放。为什么呢？小本子最近跳得非常非常欢，而且老铁们，你但凡把整个事情串起来看，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会发现，我去，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就包括阿三最近一段时间在干啥，你知道吗？在买伊朗的油。你知道吧？伊朗现在不是说那个油浓缩不是超标了吗？然后美国和包括什么英国、西方啊，直接对他制裁了吗？前一段时间的事儿啊，这是前一段时间的事儿。但是今天我又翻出来看了，我说这玩意儿牛啊！印度现在在买伊朗的东西，然后再就是直接深加工或者加工完之后往欧洲去卖，完欧洲还买。另外还有就是小本啊，最近为什么说滋了毛呢？首先他改装船这个事咱不说了，对不对？又要部署什么美国的什么战俘，这些咱都不说了。还有就是挑衅那个北方四岛这个事儿。但今天还有个什么事儿，家人们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最近打得挺拉的，包括什么北约，包括美国呀，包括经常给他援助，已经是急先锋的波兰，已经说我们已经给了乌克兰应该给的和能够给的所有的东西了。什么概念？就是以后可能援助不了了。包括波说完之后，然后就是英国，然后就是德国，对吧？现在已经说，包括英国现在已经不往以色列送东西了，禁止了30项东西往以色列送，对不对，老铁们？但是你再看啊，第2梯队下场的，你别以为中东有第2梯队，乌克兰这边有，这个俄罗斯这边有第2梯队，你别觉得说美西方这边没有第2梯队，美西方的第2梯队是谁？家人们，第2梯队就是小本的，我还有那个阿三，我跟你说今天咋回事呢？乌克兰啊，咱们把新闻串起来说，乌克兰驻日本的大使馆的那个大使，今天去跟着小本那边人参拜了那个靖国神厕啊，就是靖国那个厕所，然后整个啊，这个是一块事儿，对不对？为什么参观呢？刚才我也说了啊，我把那个新闻调出来，那个数据我背不下来啊，来，这个为什么呢？他说了啊。本周2就是9月3号，昨天呗。小乌子驻日本的大使叫谢尔盖·科尔孙斯基参拜了那个厕所。然后呢，9月3号是什么日子？家人们，是东方大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对不对？然后乌克兰驻日大使不偏不倚，就选这一天去了，干啥去？其心可诛吧，对吧？而根据我们今天的消息，今天是不是周3？9月4号，为啥去参观呢？我跟你说是有理由的。人小本呢刚刚向乌克兰转让了97台重型的设施，然后另外乌克兰很快将会收到日本的大量发电机，然后日本此前也宣布即将向乌克兰援助1.75亿美元。老铁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家人们？这就是小本子窜来的动作。而且在此之后，老铁们，你知道有个什么事儿吗？今天啊，乌克兰外长大咧巴辞职了，直接递交了辞呈。这个辞呈也不是说自愿的，我告诉你，就是排挤的。被谁排挤的？肯定不是说乌克兰排挤的。如果说啊，目前在乌克兰政坛上还有泽连斯基的人，还有把乌克兰当成自己国家的人，但是兄弟们，从今天开始是个转折点。乌克兰整个政坛大地震呢，几十名高官集体辞职，而且乌克兰外长大咧巴也直接被换了。现在除了泽连斯基，乌克兰高层整个被换一遍。谁的人？老铁们，你们就想换的是谁的人？你们可以想一想啊，这意味着什么？太可怕了！如果换完之后必然有大动作，那这叫什么？就是暂时换将，而且换的不是一个将。肯定是方案有变啊，策略有变呢，把所有原来的策略全部打破，有阻力的人全部都换了。就刚才我念的那些，对不对？你们想不想听？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啊。大换血，整个的你看啊，乌克兰那个大地震呢，我给你瞅一眼啊，给你看看今天都谁被换了，我老刺激了。来，我给你看看啊，你看见没？最高拉达提交辞呈的官员包括谁？看啊。战略工业部长，战略工业部的啊，就是你打仗的时候给你排兵部署的，或者是你就是把所有的武器怎么生产呢？怎么分配啊？战略工业部的、司法部的、环境部的，主管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事务的一个副总理
啊，然后还有副总理兼临时被占领土地重返社会部长，还有那个国家资产基金负责人，全部都换了，像人不？这些可都是相关于乌克兰，就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了，全都换一遍。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老铁们什么呢？俄罗斯今天也有大动作，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暴击，直接杀了600名乌军，包括20名北约高级教官。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老铁们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透露一个消息，说这次俄军之所以能够这么精准的这个直接把这些人给干了，竟然是因为什么呢？俄军得到了乌克兰内部的情报，乌克兰内部有叛徒，到底什么情况？难道乌克兰内部真是现在已经鱼龙混杂了吗？这是第二个消息啊。第三个消息，家人们听清楚啊，今天在中东这边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以色列不是一直叮当456吗？就停火这2天不也一直在五五旋旋吗？对吧？在加沙地区，包括在约旦河西岸，一直没有停止它乱轰炸，对不对？直接无差别轰炸，什么平民呢，什么死的都不计其数了。就在今天，美国、埃及、卡塔尔这仨哥们突然间宣布一个事儿，说谈判成功了。什么事儿成功了？说以色列同意了。哎，又同意了。说同意啥了呢？说愿意在停火的第2阶段。你们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就在咱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停火们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了。哈哈，说第2阶段，说以色列同意撤出费城走廊，兄弟们，这可不得了了。费城走廊是以色列一直兵家必争之地啊，但是在第2阶段停火刚刚开始，以色列官方啊并没有任何回应的情况之下，这事儿说出来了。到底什么情况？以色列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觉得他愿意的，心甘情愿给我扣波1，假的给我扣波2。这是第2个话题啊，不，第3个话题了。第4个话题，家人们，内塔尼亚胡这把玩了个大的，停火期间啊，出动战斗机直接干到加沙了。但这次呢，没轰炸加沙难民，反而是炸死了5个美国人。这个事儿我昨天录了个段子，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老刺激了。杀了1个美国的人质啊，老邓就说，妈呀，太震撼了，太愤怒了。现在叮当456干死了你5个美国人，你拜登你要怎么办？你还能度假吗？杀了能不能给你埋了？这是第4个话题。第5个话题，兄弟们啊，西方媒体传出来的消息，说塞尔维亚叛变了。啊，说通过法国给乌克兰送了这个米格29战斗机啊，还喊话武契奇说，妈呀，已经这个背叛了，背叛东方大国俄罗斯了，这是不是真的？武契奇真能做出来这样的事儿不？这个事儿是小事儿啊，但是咱们今天从重点开始讲，今天重点兄弟们毋庸置疑，真的毫无疑问，必须得从乌克兰这边这个事儿说起。咱还是直接下结论啊，如果说之前乌克兰只是收到美国人的命令，在欧洲这边叮当456跟俄罗斯五五旋旋呼呼哈嘿继续耗着，那么兄弟们，今天这些消息说出来之后，这个观点不好使了，知道吧？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收到美国最新的任务了，而家人们，这个最新的任务乃至于乌克兰整个高层全部换掉，已经不只是简单要求泽连斯基用什么填炮灰的方式拖住了，而什么呢？要求泽连斯基直接带着乌克兰彻底开启法西斯那一套疯狂打法。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苏你是不是在埋汰乌克兰？实际上兄弟们还真不是。咱来看一看今天消息，听完之后你们就彻彻底底明白怎么个事儿了。首先朋友们，是第一条啊，昨天也就是9月3号，咱刚才不说了吗？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79周年纪念日，对不对？结果朋友们，你知道在这一天乌克兰这边搞了一个什么动作吗？就是气人他妈给气人开门，气人到家了。乌克兰驻日大使啊，叫什么乱码七糟这个名我忘记了啊，居然专门跑去靖国厕所去参拜去了，而且参拜完之后，这乌克兰驻日本这个大使馆还专门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个文，说乌克兰瞻仰了为国捐躯的烈士。你真的是活久见呢，我说这个话呀，对吧？就看到这些话，你别说正常人觉得反胃恶心了，咱就说你一些正常的乌克兰人都应该是反胃的吧，对
对不对？刚才老铁们，咱家人少的时候，我说了一下，有人说，哎呀，日本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我告诉你，就这个事情是永远不可以原谅的，知不知道，家人们？我就强烈建议说，下次谁上那个地方，你就别拿手写，你拿刀刻。真的，家人们啊，就这一般会给烧了才好呢。有人说苏你太极端了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没有理由替我们的先辈去原谅他们。就刚才我报了一个数据，这个我也是查的消息啊。就是我们抗日战争14年的期间，日本侵略我们的14年，我们的伤亡人数，家人们，我这是查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来，你看看啊，我们伤亡是3500万人，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战士们死了多少人？380万人。什么概念？就是平均13个中国人里面，就1个人当时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了。每一个侵华的日军手上都是至少沾满了30个我们东方大国人的鲜血，而且抢了咱们木材，抢了7亿方，抢了咱们金矿，抢了2亿吨，煤抢了10亿吨，黄金是21000吨，而且文物抢走了多少呢？360万件，甲骨文片3万枚，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千人斩、731部队。我们说完之后，你们热不热血沸腾？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团队里边就有一个当兵的。我说，今天我就问他，我说如果祖国召唤你上不上？他说我必须上。我说让你第一梯队上去你就死，你上不上？他说我必须上。这么叫中国人的骨气，兄弟们，凭什么原谅啊？对不对，家人们啊？这跑题了啊。咱们说回乌克兰，有人说那个为什么恶心呢？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啊，靖国神策。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小本的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包括象征。所以说，乌克兰大使馆派人去参拜这个什么玩意儿厕所，那说白了，不就相当于是乌克兰自己承认他现在就是在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了吗？而且把所有的高官都换了，就是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纳粹的继承人吗？是法西斯的后代吗？对不对？虽然说关于乌克兰态度问题啊，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比如之前派代表团去什么湾湾访问啊，强制把咱马达西西公司的股份给没收了，在国际社会上故意抹黑咱们等等行为，都说明什么？乌克兰现在老铁们，他骨子里面就是针对咱们的啊，不管他是愿意不愿意，自愿不自愿，可能是美国施加压力，但是他骨子里就是现在针对我们了。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就觉得乌克兰好啊，这个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什么个意思就完事儿了。咱回到正题，不跑题了啊。现在肯定会有人问说，苏啊，你刚才说什么乌克兰人自己也感觉到恶心，觉得看不下去，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家人们，我跟你们讲啊，这就是今天最炸裂的一个消息了。就在当地时间昨天上午9点多钟左右，1600名左右的乌军士兵，还有20多个北约的教官，在哪儿呢？在乌克兰东边有一个军事学院，在那举办那个开学典礼呢嘛，还照相的，拿大丝花叮当456还在那放呢。然后在会议上呢，这北约教官那叫的一个叫激情澎湃，那讲的叫一个五五玄玄呐。说乌克兰人啊，你们都听好了，你们现在虽然有了 F-16战斗机，据说现在有6架啊，但是 F-16是成体系作战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实力，之前没有成体系作战，那是被俄军侥幸击落2架。但是呢，现在瑞典已经要给你们提供2架预警机了，你们没听错，瑞典要给乌克兰提供2架预警机。所以说人说了啊，我要求你们这次训练当中，你们必须得给我学呀，必须得认真听课呀，必须得快速掌握技巧啊。这样的话呢，等瑞典的预警机到完之后，你就可以立马开着 F-16， 开着预警机叮当456干俄罗斯了。哎，这话一说完，朋友们，那下面乌军哪个的拍手叫好啊。结果家人们这边拍手拍的正起劲儿呢，紧接着你就看啊，他家工作室里那个防空警告挠挠就响起来了。当时一听警报响了，这乌军北约都懵了，当时600多个人全蒙圈，撒丫就跑，还鼓掌的，还放大呲花，还给力学习加油，啥也不说了，狼哇跑啊。结果根本就不好使，这警报响起来不到1分钟，朋友们啊，1分钟有点扯了，1分半左右，
好家伙了，老铁们，眼看着2枚大导弹大条的叮当456就干过来了，然后1枚直接干了行政大楼，1枚直接干中食堂，然后家人们，600个乌克兰的士兵，20个北约教官当场原地立焚，一股青烟上西天。老铁们，你们没听错，2枚导弹炸死了620多个人。有老铁一听这就问了，说妈呀，这简直不敢相信呐！那怎么可能呢？2枚导弹600多个人，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集束炸弹呢，还是燃烧弹？也不可能啊，对吧？想说这个伊斯坎德导弹就再牛，他也不能说2枚导弹干死600多个人吧？这是不是俄军故意在这吹呢？老铁们，我跟你们讲。一开始我看见俄罗斯国防部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说2枚导弹炸死了600多个人，我也不相信。我说实话，我想不到什么东西能这么干，毕竟这个爆炸范围啥都在那摆着呢，是不是？而且我当时吧，我想的更多，我心想说这么离谱的事儿，会不会是俄罗斯这2天啊被炸得有点惨了，所以专门来宣布个什么假新闻呢，振奋人心呢，对吧？所以呢，我立马就查了一下，结果家人们就这么一查，我是不得不相信了。有人说为啥呀？因为这次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说，他们这次袭击被炸死150个人，200个人受伤，而美国媒体直接报告说最少300人死亡，还有200多人受伤。咱就说啊，按照美西方跟乌克兰媒体一贯报道新闻这个德行，这种对乌军不利的消息，那绝对嘎嘎一嘎子往少里报，对不对？而他们往少里报道，也就是300-500人的死伤，300-500人的伤亡，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他们报的是300-500人，俄罗斯报的是600人。那么查到这儿，我就更不理解了。我说这次俄军给力啊，那太哇塞了，扔2枚伊斯坎德尔，也没用什么温压弹，也没用什么集束炸弹，他咋做到的呢？直接把这么多人给叮当456干死了呢？哎，关于这个我就仔细查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新武器，咱不知道啊。这么一查，你们猜我查到啥了？这次俄军之所以这么精准，完成最大规模的杀伤，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什么？俄军是直接收到来自于乌克兰内部情报了，你们没听错，不但俄罗斯被渗透，乌克兰照样被渗透。所以说出手的时机，包括轰炸的目标，那都是最佳选择。也就因为这，朋友们，这次出手直接干爆600多个乌军，包括20个北约军官。我跟你说，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兄弟们。事情是这样的，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军事训练中心呢所在这个政府啊所在地的政府突然间发布了个消息，说乌军正在他们的地盘上训练无人机，包括什么无线电通讯，包括什么编程的专家。但是这个消息就发出去不久啊，立马就被当地政府给删了。而俄罗斯那边呢，他看到是看到了，他就是总觉得什么呢？就是这有点像陷阱。为啥？因为俄罗斯也用那个卫星看了一下，好吗？这地方破破烂烂的呀。然后呢，就是人们穿那个衣服也不咋像军装，所以这个俄军当时就判断了，是觉得说肯定是乌克兰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诱导俄军出手去干平民。然后这个俄罗斯这边就没动手，没当回事儿。紧接着兄弟们，这个时间立马就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9月3号，就是昨天。乌克兰驻日本的大使馆派人一早就去了那个厕所去参拜去了。然后呢，某一个姓库的一个乌克兰的高官实在忍不了了，心想说老子这2年各种出去力挽狂澜，你这个泽连斯基你倒好了，你偏是往枪口上撞，哪儿使多你往哪儿钻呢？对不对？你就是个蛆呀！且不说你没事，你惹龙哥干啥呀？那最近小本子天天想偷袭俄罗斯，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还让人参拜什么破厕所？得了，我看你也是没救了。说完之后，姓库的这个乌克兰高官一怒之下呀，家人们不是为红颜，那是为正义啊！直接托人就联系到了俄军的人啊，这个不是故事，这是真事儿啊！当时俄军这个接线员一听是谁，当时明白了。这个消息不是他这个级别能接触到的，知道吧？于是赶紧把这个线路呢就接到哪儿了呢？接到俄罗斯的总指挥格拉西莫夫那儿了。然后打通之后，这个姓库的高官，乌克兰这个高官这边就讲话了，说北约在乌东这个地方训练信息战的人员呐，你要是后面你不想有麻烦，你现在赶紧出手把这帮孙子给炸了。
当时格拉西莫夫一听太蒙圈了，为什么呢？且不说这个姓库的这个乌克兰高官家们说这个事儿跟8月底那个情报一毛一样，咱就说啊，这2天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的专家，记不记得？这2天我们跟你们说，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的专家因为叛国罪，刚刚直接被抓了，判了15年监禁。有人知道吧？啊，你说格拉西莫夫他敢信这个消息吗？肯定觉得犹豫啊。所以说当时啊，格拉西莫夫就讲话了，说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结果这话一说，电话那头姓库那人怒了，说你爱信不信，你爱打不打，不打你别后悔。说完之后，啪就把电话挂了。格拉西莫夫愣了，当时这么一瞅，他心里更不踏实啊。于是乎咋的呢？格拉西莫夫也奸，先派了2架无人机，在那个波尔塔瓦市，也就是那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个所在的城市上空啊，我跟你说，硬生生转悠了2个小时。哎，那你说巧不巧？9月3号正好就是北约军官开新班的这个开幕仪式，而就是这么一幕，正好被格拉西莫夫这2架无人机给看着了。那你说现在有信息，然后还亲眼看见了，那还有啥可犹豫的呀？那要是不动手，你跟大傻子有什么区别？炸完你又不损失啥，对不对？你又不是地面部队进去。于是乎，格拉西莫夫家人们啊，当场就下令说：“来，兄弟们，给我调集距离最近的大导弹。哎，我要在最短时间把这个乌军训练中心直接叮当456给我干烂乎了。”这边兄弟们说完之后，下面的人一查，毫无嘛，真的老好了，距离最近的就只有2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发射车，而且家人们还是普通的高爆弹头，那怎么办呢？照样干他。于是就这么的，家人们借助姓库的那个乌克兰高官的消息，还有无人机直接搜集的那些情报，多少人在哪，什么方位坐标，乱七八糟的，格拉西莫夫一声令下，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直接叮当456就干出去了。最后1枚击中那个行政大楼，直接在内部呱就爆炸了；1枚直接把食堂叭就给炸塌了。就这么的，2枚导弹直接完成最大规模的杀伤力。说到这儿，你们可能就会问了，说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怎么不拦呢？是不是？说白了，老铁们，乌克兰想不想拦？太想了。不是他不想拦，朋友们，压根刨根问底，没机会拦。这个训练基地是在哪儿？老铁们，是在乌东，知道吧？这个训练基地是在乌东，而俄军的大部队在哪儿啊？俄军大部队也在乌东啊。而这次完成攻击行动那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就在距离这个训练中心，兄弟们，你知道有多近吗？不到30公里的地方，从发射到命中，家人们就几分钟，乌军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几乎都没有。所以最后还没来得及发射拦截导弹呢，连拦都没来得及，发射都没来得及发射，直接被俄军给炸烂逃了，满面桃花盖，哎，血光自然来。那么说到这儿，大家以为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兄弟们，大错特错。这次俄罗斯得到乌克兰方面这个消息的报道，你们知道最先曝光的是谁吗？是谁最先曝光的吗？可不是俄罗斯过河拆桥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一时间公布的相关消息。美国公布的说，你说乌克兰这边他能不知道咋回事吗？肯定不能啊。于是在昨天到今天中午，我这一看消息，老铁们，你们都不知道，就因为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当由头，你知道有多夸张吗？乌克兰这边最起码的，老铁们，20多个高官集体辞职，连那个大咧巴都辞职了，甚至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直接有几个人被查了，直接被抓走了。当然这些部长啥的被拿下都是算小事的，最关键的什么呢？美国协助乌克兰大清扫行动，直接把大咧巴给逼上绝路了，当场递交辞呈了，不干了。昨天北约这个训练基地被炸的第一时间啊，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总统令，要罢免乌克兰外长大咧巴，然后打算让乌克兰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接替。那这次啊，乌克兰政坛的这个大地震，咱应该怎么去看待？我跟你说，很多人会觉得现在正是乌克兰的危机时刻，他搞这种大清洗肯定会影响军心，这乌克兰要完蛋了。乍一听是不是没问题？我告诉你家人们，就这次乌克兰政坛大洗牌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儿。为什么呢，老铁们？你要说正常来讲，你大洗牌，你把你内部一些什么贪官呐、什么奸细啊、什么内奸呐、什么狗腿的就洗掉了。但这次兄弟们请注意啊，
刚才我开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如果说这20多个人原来是有一个或者半个或者一半是泽连斯基的人，有一些人还觉得乌克兰是他们的国土。这次你别忘了是美国协助泽连斯基搞的这次大清洗，把正常人全干掉了。那么上来的人是谁？绝对是美国培养了无数年的狗腿子，肯定是非常非常极右翼的疯狂的那种极其亲美的人呐，对吧？而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等到这次大洗牌之后，我告诉你兄弟们，乌克兰的政府肯定是有大动作的，而这个大动作有可能就是对俄罗斯来一次破釜沉舟的攻击计划。同时兄弟们，我告诉你，日本绝对配合，他肯定跟日本打配合，你们信不信？至于他们怎么做啊，无外乎几种可能。第一种，家人们，泽连斯基直接会下令对莫斯科这些俄罗斯的大城市叮当456导弹袭击，再同时老铁们，北方四岛绝对出事儿，你们信不信？第二种，直接对着扎波罗热核电站包括库尔斯克核电站叮当456下死手。第三种就是启用上个月中旬美国送去的脏弹，你别忘到现在没用的，然后投放到俄罗斯的本土。反正我跟你讲兄弟们，不管怎么着一定要把俄罗斯死死给嫩住，逼着俄罗斯动用更大的力量去对乌克兰进行防守，对乌克兰进行袭击，然后老铁们小本子那边出来啊，在海上就难为俄罗斯，逼着谁下手？家人们你自己寻思呗，对吧？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说白了，第一是什么？替中东的美军包括以色列分担压力。第二，乌克兰要保证日本叮当456俄罗斯的时候，一定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空虚的时候，知道吧？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美国交代的任务。这玩意儿也是个羊毛，也挺闹心。所以怎么说呢？这次乌克兰政府大洗牌完成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大戏开始。咱们兄弟们，你们就等着看好戏。我跟你说，这事大了去了，知道吧？说完这个，朋友们啊，咱们再说一下什么呢？中东的事儿。今天中东的消息那老离谱了，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家人们啊，参考消息在今天报的。早晨8点01分最新的报道说，以军愿意停火，而且停火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了。而且以军现在说同意撤出费城走廊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家人们，你们知道，就是天天听我讲新闻的，天天听我讲中东的，你们知道这个消息有多劲爆吗？老铁们，咱就这么说啊，之前巴以谈判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对不对？为什么失败呢？就是因为这个费城走廊，以色列打死不能放弃，他都是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放弃，是不能放弃。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和不能放弃呢？因为费城走廊就像一道墙一样，把加沙给隔成了南部，包括这个2个部分啊，这个位置那相当之重要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当初为了拿下这个费城走廊，以色列死了不少人，而且损失了80辆坦克，还有几千人的伤亡，这才有惊无险的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了。如果老铁们此时此刻撤了，你让他再打回去，恐怕比上次的伤亡一定得翻个2倍都不止，而且还未必能拿得下。因为现在这个哈马斯包括巴勒斯坦可不是原来的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了，对吧？所以以色列这边啊，之前是坚决退出，就反对退出这个费城走廊的。所以这次参考消息报道的说什么呢？以军愿意在停火的第2阶段退出，我就非常惊讶，我惊讶的都不行了，朋友们，我不能让老铁们跟我一起惊讶呀，对不对？那我就去查呗。这么一查，兄弟们怎么说呢？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大概情况是这样的，之所以会传出来这个消息，是因为美国呀、卡塔尔啊，还有埃及呀这几个国家的代表这几天啊疯狂开会，轮流劝以色列就放弃，说老弟你放弃这个费城走廊吧。为啥他们要拼命的劝呢？说白了，这3家现在害怕，都害怕中东大战彻底干起来。为什么呢？一旦干起来，美国人担心霸权就此陨落，埃及的经济扛不住，卡塔尔呢，说到底它是个阿拉伯国家，万一这个立场站错了，以后在中东我估计根本都没法混，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大家都不乐意打，知道吧？他们就希望说以色列赶紧撤出这个费城走廊，赶紧熄火，赶紧止战。这么一来，家人们，这次短暂的停火就有可能变成长期停火了。
有人说为什么？还是我前面说的，以色列家人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精力，或者说啊，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反美武装的不断打击之下，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再次去占领费城走廊了。现在没枪没弹没药没炮没人，根本打不了。美国包括什么拉马西亚、什么埃及、卡塔尔，各种资源压根儿送不过去。兄弟们，前2天美国的 C13的这个整个的运输机直接干到以色列，前脚刚到嘛，后脚直接被干了，对吧？差点没把 C13给炸了吧？好几万吨的这个东西啊，大半部分全给炸了。另外，老铁们，前2天传说美国要把这个物资运到哪儿？运到约旦，从约旦再干到哪儿？不是运到那个叙利亚，从叙利亚再干到以色列，干过去了吗？也没干过去啊，对不对？所以目前老铁们，以色列没有这个能力了啊。那么说到这问题就来了，这个要求内塔尼亚胡他怎么可能同意呢？他要是同意了，不是彻底等于完蛋了吗？哎，这就是关键，朋友们。这次谈判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9月2号开始的，直到昨天的深夜才出的结果。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原因很简单，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不同意，他也不可能同意。哎，大尿胡昨天中午不就讲话了吗？说我跟你说，费城走廊这一块地方我是不可能放弃的，放弃不了一点点的啊！我要放弃了，那哈马斯就能通过费城走廊从埃及直接合理合法合规的获取武器啊！那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是完蛋了吗？那还得再被几千枚的火箭弹轰炸呀！但是兄弟们，到了晚上，面对美国、面对埃及、面对卡塔尔3国发布的声明，说以色列愿意直接撤出费城走廊之后，内塔尼亚胡是一句反驳的话都没说。为什么？家人们，有人说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良心发现了？呸，错了，内塔尼亚胡现在也迫不得已，他根本就不敢拒绝。这是怎么个事儿呢？有人说小胡子还能咋的？还能服软？我告诉你啊，坑爹就是这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小胡子有个儿子，你们知道吧？之前为了这个政治宣传呢，就寻思说让他儿子穿个军装，证明以色列总理的儿子妈与军同在呀！啊，可是让内塔尼亚胡没想到，本来呢打算去战场上镀个金，结果兄弟们到战场上，他儿子到底是个纨绔子弟，差一点就被哈马斯一波袭击给干死了。也就这么一整，把小内塔尼亚胡吓秃噜皮了，直接把他儿子送到美国去了，避难去了。说实话，看完这个消息我都笑了，真的啊，因为这个套路咱太熟悉了，这不就是这个周朝时期的质子吗？把自己儿子送美国当人质去了吗？对吧？内塔尼亚胡也没谁了啊，那这是前提啊。咱再说回这次谈判，9月2号开始谈，结果内塔尼亚胡嘴硬的跟金刚石似的，哎，就是不撤，说啥都不撤。到了9月3号，更是公开宣布说，老子根本不会放弃费城走廊。那也就这么一下子，直接把民主党这帮人给逼急眼了。我告诉你啊，老登心想说，你丫小胡子，你跟我闹的什么呀？暗示你有风险，你自己不知道吗？如果你现在你还不撤，你还嘚瑟，那老子今天你我动不了，我直接把你在美国花天酒地的儿子我给你拿下，你信不信？我挟小人不是挟小子儿以令老子儿啊！然后呢，就这么的，就是这个有派人就直接出马了。30多人拿着枪直接冲进内塔尼亚胡儿子这个派对了，然后把人直接给带走了，把人抓了软禁完之后，那老登跟哈哈姐都笑了，想说小胡子你还来兄弟来，我就告诉你你怎么跟美国硬刚，你要不要你儿子继续硬？今天我跟你说，我就鞭打你儿子，明天我就给你剁俩手指头，我放你家桌上，后天我直接撑住了，我就割肉，对不对？我就肯定撑不住啊！所以说，尽管这次美国包括埃及包括卡塔尔啊，就谈判还就是已经敲定了，但是美国人我告诉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自信啊，提前宣布已经愿意撤离这个加沙费城走廊。那么说到这儿，老铁肯定就问了，说这个消息算不算个好消息？我说实话，老铁们，我一开始我觉得说这个事儿应该是个好消息。且不说费城走廊确实可以帮助到哈马斯获得大量的武器，不用走地下通道了，咱就说万一以军真的因为重新攻打费城走廊代价太大，把暂时停火变成长期停火，这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后面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我以为这是个好消息预示这个中东局势好转的时候，我的个妈！我突然想了一下，
我说这个内塔尼亚胡那个从来不是什么好鸟啊，他自己不敢拒绝，一准出损招啊。然后中午我再一看消息，兄弟们，果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不出我所料，内塔尼亚胡来了一招什么呢？叫以进为退。哎，而且还是真够狠的。事儿是怎么个事儿呢？朋友们，你们听啊，现在在加沙不是分批停的火吗？对不对？然后就有一个美国的援助车队想要到加沙去协助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由于这次停火是分阶段停的火，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呢，这美国吧，他也是老实，你知道吧？美国这个救援车队在出发之前呢，还特意把自己这个路线跟小以报备了，跟以军报备了。这美国的救援车队刚进加沙，直接就被无人机一路猛跟呐，一路跟踪啊。然后家人们啊，就在马上要抵近加沙医院的时候，我的个乖乖呀！突然间出现了2架 F-16战斗机，你们敢想不 ？F-16战斗机干出来了，而且家人们对着美军救援这个车队，叮当456 3枚滑翔制导炸弹，直接干过去了。但是呢，自有美利坚，家人们，枪击每一天。这美国人对这个事儿可是太有经验了。发现这是普通的滑翔制导的时候，那左拐右拐就躲开第一波攻击了。这个时候距离加沙医院，兄弟们，剩多远了呢？只剩1公里不到的距离了。哎，可就在这些美国人觉得安全的时候，以军的 F-16觉得妈情况不对了，二话没说，老铁们咋回事呢？叮当456直接干了2枚精确制导导弹。精确制导什么概念，朋友们？你要说精确制导能打歪了吗？这世界谁也别活了。精确制导硬薅的，直接追着快速窜逃的美军的这个救援车队，当场直接干爆了2架大卡车皮卡，导致5个美国人直接死了，原地立焚，一股青烟上西天。然后事发之后，你知道以色列怎么回复的吗？老着笑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直接报告，直接回复说坏了，大哥，我整岔劈了，说美国人死了太冤了，那痛心疾首不行，我心疼啊，死了我大儿子了，对吧？说这次呢，以军用导弹轰炸，是因为当时以色列这个无人机吧，他发现哈马斯了，他发现哈马斯这个成员埋伏你美国军队呢，哎，要抢你的药啊，抢你物资不行啊，那作为你的爹，我得保护我儿啊，对吧？所以说为了保护他好大儿的安全，以色列战斗机呼一顿开火。我的个妈！这解释，老铁们，你们听完，你们觉得是啥？你们觉得是不是脑瓜仁挖出来少2两的人才能相信呢？对不对？上坟烧报纸，鬼信了咱都不能信呢，对吧？听我说完，我跟你说，就简直我听完这反正我是无语了。咱就说这个美国援助车队是给加沙医院送物资的，这哈马斯有必要半路埋伏吗？有必要阻击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以色列也真离谱了。你要按他说的啊，这哈马斯埋伏阻击，包括什么美国的车队，然后他仗义出手，那么好了，车队里面5个美国人全死了，兄弟们，哈马斯咋一人没死呢？所以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以色列故意杀了几个美国人，然后想要借助这个事儿来延缓，或者说直接拒绝从费城走廊撤军。你们会觉得说内塔尼亚胡这么整，不怕民主党这帮人干他吗？我说实话，内塔这个人是极度自私的那种，知道吗？他也敢赌。现在美国人手里的把柄就他一个好大儿啊，一个人质。现在内塔尼亚胡还能给老登一点面子，我跟你讲。可是如果民主党敢把他儿子给弄死，你看内塔尼亚胡疯不疯？我估计如果内塔尼亚胡疯了，都能再次给你整个911。真的，兄弟们，呼一顿干，这个后果美国人承受不了的。知道吗，家人们？那后续还有很多的大事呢啊！今天一并给大家讲了。